一定点一个最喜欢的，而且你这不要客气了，你最喜欢你直接就点下去就过来，坐旁边直接跟他讲，我今天就是要带你过夜。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先跟小姐讲这句话？我跟你讲，这个又细节的服务大不同。你今天点过来，你什么都不跟他讲，他会觉得他当然会对你服务不错啦，可是你对他冷淡，可能又不会干嘛，可能也许你跟他多喝，他以为你要把他灌醉不带他走，或者是你跟他少喝，他会觉得你不喜欢他，不想跟他喝酒，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猜忌。对女孩子不要让女孩子有猜忌的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妹妹嘎嘎。为什么？这个细节很重要。你让女孩子有猜忌的感觉，基本上你们玩的一定是不开心。我这样直接讲，一定玩的不开心。为什么？直接来就跟他讲，我喜欢你，我要带你过夜。那服务完全不一样，人家都知道你要把他带过夜。今天呢，他的那个后半部的薪水有着落了，所以他对你的服务绝对是看老公，马上就不叫哥哥，马上是老公，马上就变了。然后你直接跟他讲，我今天就要双飞，把你最好的姐妹，跟你最好的姐妹找过来。对啊，找过来，不要啰嗦。那是不是就可以玩得很开心？而不是你在那边我看看，人家问你要不要带他过夜，我看看。你只要讲这句话，我保证你没多久马上出现的状况，这个妹子不好玩，这个妹子对我很冷淡，这个妹子跟她怎样也不要怎样，那个废话，因为你跟人家讲的嘛，再看看，他在看三小，他也不想让你看你又不带他过夜，他为什么让你看？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这起妹妹嘎嘎这很重要。包夜多少不是看小姐等级，看 KTV 的等级。再不怎么样的小姐，只要在高级的 KTV， 它的价格就很高。再高级再正的小姐，只要在平价的 KTV， 它的价位就很低。是看公司，不是看小姐。谢谢。那为什么说你说不是看小姐，而是看公司？对，这才是重点。公司管理。那为什么我们要找个公司管理呢？今天出了事情，我找公司嘛。今天小姐不听话，我找公司嘛。小姐加节什么意思？来，这个通常就是针对奥黛这种在讲，比如说或者是针对按摩、针对洗头，他们算都是某苏。某苏是什么意思？某苏就是越南话一节的意思。一节每个人的节数是不一样的。gap 手是不快的，不是节数的，不是 gap 手，不是那个节数，它那个节数是不一样的，有多不一样？来，我先跟你讲。假设说一节是45分钟，假设一节是1小时，假设一节是1个半小时，假设一节是70分钟，因为这个妹子会对你服务嘛，你说服务可能是90分钟，服务完了之后，妹子想要多赚一点，她也感觉你好像意犹未尽的，还想要再多一点，她就跟你说加节。越南一节是多久？越南一节没有，就说看店家，因为店家不同，你的节数是不同。那他取悦你，也让你想要帮他加节，他就可以省在等待下一个客人之间，直接在这边做2节，不就等于是2个客人了吗？那你觉得这个小姐服务说有？我们很多团员其实都会加节，为什么？他就跟我讲，刚哥，我跟你说，那个妹子好正的，技术好，我实在受不了，再加节。那通常加节妹子会跟你少收，什么叫少收？就是给你 discount。什么是 discount？ 这不用我教了吧？这是 discount。然后就是让你在意犹未尽，不会感觉说怎么一下就没了这样，再继续，所以就是加节的意思。那以刚哥带的店来说呢，你说刚哥带的店包夜，你是讲包夜的钱吗？我带的店，我必须告诉你我带的店价格应该都不是最低的，但是里面小姐的素质跟服务都是顶的。有跟我去过的都知道了，人家收费是怎么收的。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店家，到时候就知道了。我带你去你就知道了。每个带去都拜套哇，那家每个都惊喜满满所以有开箱的感觉。你一定会觉得说今天gay，我没在唬烂的不然为什么每个那么多人来过还要再来？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来一直找我？为什么？细节就在于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就是细节。
来的店就是顶级的嘛，是吧？戴维饭店可以几次有限制哦，这个又要讲了，这个很重要。所有在越南所有的小姐，所有的过夜都是2次，而且所有过夜的全部都是，不管你几点带回晚上10点离开带走，到早上6点，这个都是标准2次，这个叫过夜哦，要搞清楚，不是你想的带回饭店无限次，没有啦，不要想太多，我直接讲，就是2次到早上6点，这个叫做 overnight， 在越南是这样子的。可是你问我说啊，这样子哦，是我体力过人，我想要妈的1夜99次怎么办？对，无上限怎么办？我就体力过人，我可以无上限1夜99次啦，那我还是那老话，人家没有逼你啊。我们团员基本上带回去都跟我讲，刚哥，我都会第一件事情，我早上我们会集合嘛，我就问说，小姐几点走？有人讲6点，就2次，回去有点喝醉了就1次，然后起床大概5点多再1次啊，通常都是这样，这是标准。也有人讲，因为我们集合通常在中午嘛，妹子刚刚才走，我说刚刚才走，对啊，就那个几次？7次，7次我就说你长得帅，妹子喜欢你，我都是这样讲，你长得帅，7次。那细节在哪里？你对妹子好不好？她愿不愿意多跟你待一些时间？还是说你跟她只是客人的关系？这个是不是细节？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们今天只是客人而已，我正常啊，我6点走啊。那今天如果假设说你们不是客人，你们是很有感觉的，你想要几次就几次啊，这个还要讲，不是吗？你想要几次都可以啊，有什么问题？重点是，我们讲嘛，其实你来是要找什么感觉？发泄的感觉还是恋爱的感觉？通常都是恋爱的感觉，不是吗？随便小朋友在玩牌，你要有恋爱的感觉，问题是人家也会感受到你是对他好的，不是吗？有信罗成员吗？不方便透露，是不是不要亲？有人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不要亲？来，我现在跟你讲哦，某些啦，在越南小姐，你想要亲她，她会回避掉，但是能不能亲，这是一个重点哦。能不能亲，基本上你在选妃的时候，坐在你旁边，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可不可以抓，可不可以摸，可不可以亲，已经知道了。在那时候，你都还没感觉到，不能碰，不能亲，你可以要求换小姐啊。我讲这样有没有道理？你这时候不换，然后才跟我讲，刚哥回去我要亲他，那给我亲。那接下来问在那边，刚哥是不是有分什么含 K 还有其他种类？好，含 K 要问这个问题，来回答KTV 有分很多 KTV 啦，第一个就是人家问的含 K， 含 K 基本上诉求的是颜值高、身材、四肢可能有加奶或怎么样无所谓，但是就颜值高，会不会玩会不会喝酒无所谓，但是颜值要高。含 K 的选拔标准很简单，妹子就是要颜值很高，让你进来一看到就这样这种感觉每个脸都蛮正的，可是然后你会往下看嘛，这个小了一点，那个小一点，这个看不太出来，因为他们的衣服会比较时尚一点，比较现代，比较轻松一点，你看不太出来有没有料，不知道点下来，可是颜值都蛮高的。头发有染那是含 K， 装潢就标准，我讲标准，装潢标准，然后玩的也是一样，喝酒跳舞都玩得很嗨，因为年轻妹子嘛，颜值也高嘛，喝酒跳舞也玩得很嗨价格相对标准值以下，假设我们标准值是它的消费大概在4，这是含 K。你说颜值高，通常小奶，一般我比较不会去含 K， 为什么？你今天讲到要出场过夜。我现在讲拍照就好，拍照想要拍照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跟他们拍照，为什么？
他们理由是什么？你们知道主要为什么他们不太愿意跟你拍照吗？而且主要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大部分是学生；第二个，大部分是钱财，年轻的，怕被家里看到，怕被同事看到，怕被同事知道，怕被同学知道，不敢拍。有男朋友，通常在这边上班的，也许有被人包养，有。那被他包养的人知道，那他是不是就我啊？对，没有错，也不想让他知道在做这个，有。这个就是眉眉角角的部分，很难拍到照，因为年轻颜值高，通常都怎么样？怕东怕西的，连个拍照都不行。这个是你所谓的韩 K， 你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你说在那边玩好不好玩？玩不错，那个他的消费就是在4左右，我说我的标准是在5，他消费在4左右。这种就是韩 K， 人家讲，哎，刚哥去那个韩 K 很便宜呀，当然便宜啊，你比平常在喝的大概是5，我们平常在喝假设是5，他在4，就等于是打8折啊。就是平常我们假设我们花台币2万块，你只要花16000，平常花1万块你只要花8000，平常花5000你只要花4000，平常花2000你只要花1600，你当然会觉得便宜啊。可是拍照也比较不方便啊。然后，妹那个刚哥，我跟你讲，那个妹子都很年轻哦，很年轻，我知道很年轻啊，年轻啊，当然了，一定年轻的人。接下来我们讨论到第二个，就是他们讲的管式 KTV， 应该有听过吧？管式的，大家知道什么是管式的？东莞嘛，以前大陆很夯的。管式诉求是一条龙的服务哦，比较常出现的是出现在饭店里面的 KTV， 或者是按摩店里的 KTV， 或者怎么样，他们会让你，比如说今天来这边按摩啊，按完之后，送你招待券去 KTV， 顺便小姐，或者是说夜店会附设 KTV， 因为夜店陪完小姐，顺便就可以 KTV 接客人，然后就可以顺便陪过夜。就是我今天假设说我是老板，我一定会想办法比如说我开一间夜店，我开一间按摩店，我再顺便开一间 KTV， 那我是不是养一批小姐调来调去，对我讲好管理啊，是不是？我不用这边找小姐，那边找小姐，开的不同，我都开在附近，就开在走路论道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正妹在这个我讲这3个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你不要觉得奇怪哦，为什么这地方小姐特别多、特别漂亮、特别多？其实都是这个区域的小姐又把细节讲出来了你看我玩的已经懂了吗？东莞确实服务好，没错，它的服务好就是要求什么一条龙嘛。我们简单讲3个字，对不起，2个字一条龙。管式 KTV 是这种服务的，通常它的价位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什么？让你在这边消费可以的。比较典型的管式服务，当然 casino 不会 ，casino 是属于那种 casino 我讲中文，赌场他们小姐是蛮正的，也蛮优的，就是让你整个服务是这样整套下来的，这是我们讲的管式。再来，一般比较常见的叫做搏杀，搏杀应该听得懂了吧？我通常会带你们都去搏杀，为什么？直接暴力，简单明了。什么叫直接暴力、简单明了？一进去，所有的妹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穿，下面就是丁字裤，上面就是一层薄纱有没有料直接看就知道。这样子有没有简单暴力？我通常带你们去搏杀，因为这个我觉得最简单暴力的，啰啰嗦嗦讲那么多，每个都在想颜值高里面到底有没有料或者是说那个一条龙服务又不知道，那可能也不知道妹子是怎么样，从哪边怎样过来，正好你喜欢的妹子正好在别间店还没调过来，怎样那一条龙服务，正好搞不好现在正在按摩，搞不好现在正在蹦迪，你也不知道是啊，我们去的就是搏杀，最清楚、简单、暴力、直接、明了，不用那么啰嗦。刚刚带的店都中文可通的，现在讲一件搏杀 KTV 通常中文都会，因为什么会有搏杀这个问题，就牵扯到来住在美国的人有没有？住在欧美的，我讲欧美的，欧美有没有所谓的卡拉 OK、KTV、酒店这种的？有没有人在玩这个？我们直接先问聊天室，我现在先问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有没有？欧美有没有在玩这个？欧美人不玩这个的，我直接跟你讲，你看我有没有说错嘛？欧美的对，讲没有嘛？来，欧美的他们是怎么玩？很清楚，很简单，
顶多是兔女郎，顶多是什么爸，顶多就是怎么样，就是这样而已啊。他们没有什么坐下来陪喝酒啦、唱歌、摸摸奶泡。其实日本人也不太信这一套，日本人也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也被影响了。日本主要是喜欢摸摸小手、喝喝茶、喝喝小酒、聊聊天。日本人不就这样吗？日本人日本人有礼无体嘛，有礼无体就是他很重视礼节，很重视外面的形象，带回去就跟禽兽一样啊！我不是说日本人不好哦，大家知道我之前在日本念书过，而且我的以前的公司是日本的公司，我很多日本的好朋友跟日本同事，我不说他们这样不好，只是这是他们的文化，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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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聊天室这边有讲了嘛？欧美这几乎都脱衣舞直接嘛，夜店嘛，是不是？KTV、卡拉 OK、酒店这种文化，中国人跟台湾人最多，所以他们主要我们讲搏杀 KTV， 为什么是搏杀？台湾人喜欢来啊，疼啊，台湾人就喜欢这样嘛。中国人喜欢怎样？来，脱，来，脱，有没有错？台湾人跟中国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那不用嘛，我们就直接满足你，让你看得到。直接有隐隐约约看得到，那所以搏杀 KTV 基本上我带去，他几乎都会说中文。为什么会说中文？主要客人就台湾人跟中国人嘛，不然呢？是啊，这也是比较满足各位的，这样至少比较清楚嘛，不会有什么意外或者是怎么样，不会说不好玩嘛。好，接下来讲礼服店，你们常常会来越南会遇到礼服店，穿着就是大礼服。礼服店消费很高很贵，这个一般我比较少会去带你去那边哦。礼服店就是类似于像以前北京的天上人间，就是很高贵，消费很高啊，让你看不到也摸不到，感觉营造出那种很高贵的气质。你想要看，想要把它脱光看，不好意思，带过夜哦。这种就是礼服店，进去里面金碧辉煌，装潢非常的高级。你想要妹子要带走。你就是要花钱，你想要看它里面，花钱带走，慢慢看。想要在那边摸很难摸，每个礼服都包得紧紧的，要拉个拉链也很难拉，解开纽扣也很难解，因为礼服全部都包得紧紧。啊，我也去礼服店，我是很痛苦的这样，顶多就是抱着搂着，伸进去很难，真的是很难。知道我那个意思吗？再来，我们讲的叫制服店啊，制服店你们台湾玩多了，我这边就不介绍了。所以大部分一般是分成这5种店。那可是我觉得最简单直接暴力的就是搏杀店嘛，所以我喜欢带你们去搏杀店，因为搏杀店这种东西没什么咩咩嘎嘎嘛，就是很简单嘛，清清楚楚。礼服看不出身材是看不出来啊，可是就很多人爱去啊，有很多团员有参加过其他暗黑团的，是不是都带去礼服店？为什么？抽成比较高。不好意思，我讲出来，为什么消费高，抽成那么高啊？不好意思，那个不挡财路，这个不讲，就这样。搏杀店的消费就是我讲的，所以我喜欢去搏杀店，它会比韩 K 贵一点，可是问题简单暴力嘛，不是吗？玩到最后搏杀直接拉掉了吧？我这样讲应该没错吧？清楚吧？不是会玩的比较开心吗？搏杀店也有关灯环节，当然有啊，不要闹了。可是关灯环节通常是干嘛？跳舞，整个嗨起来，就是你们想的那样，就群魔乱斗。搏杀店当然有啊，可是这取决于什么？带的人敢不敢？第二，假如是我带的，二话不说，我灯直接就先关了。那带的人如果不是我，你们自己去，你们敢关灯吗？你关灯，人家马上把灯打开，所以你们觉得不好玩。差别为什么说暗黑团要由我们带去玩才会好玩？知道为什么了吗？听懂了吗？我直接把灯关起来，他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了。灯关起来，该脱了就脱。可是问题，我也带阿宝去，我带一大堆人去，阿宝把男生的衣服都脱了，然后妹子准备要脱的时候，男生不要脱，你不要脱，你不要脱我的衣服，赶躲到角落去，不要脱，不要脱。靠北嘛，你是去玩三小吗？我只能讲说我醉了。后一团的3.5到5万是你们自己花的费用，我没有赚你们钱。我讲那个都是你们自己消费，你们自己花，我都想建议不是额外收费哦，我们团费没有额外收费的哦。
我们团费收完就是收完了。那个3到5万是我觉得你要玩到破皮，你大概需要3.5万到3万到5万才够。哎，我直接这样跟你讲，要这样才够，直截了当嘛，跟你说了嘛，不是叫你们说拿3到5万再给我，没有啦，破皮团你们自己身上要准备，我们带你去，你大概要花3到5万，4天3夜，夜夜破皮才够，是这个意思，懂了吗？